美国总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，韩国总统总是因为各种事情被关进监狱，美国总统则是经常被刺杀，每次都搞得惊天动地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那些著名的美国总统被刺案件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。目前美国总统一共有过46任，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也不少，比如现在的总统拜登和他的前任特朗普，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，二战三巨头之一的罗斯福等等。在46任中有9位遭遇过刺杀，其中有4位被刺身亡。就国家领导人而言，特别是美国的国家领导人来说，这个比例真的是挺大了。你看中情局搞了那么多次卡斯特罗，都被他成功躲过去了。今天讲的第一位被刺的美国著名总统案例，美世祖亚伯拉罕·林肯，是美国的第16任总统，但是他的经历却是非常曲折的。有的人同时经商从政，搞得两开花，林肯则是搞啥赌。经过一番磨难之后，在1860年当选美国总统，林肯大力推动了废除奴隶制，这引起南方11州的不满，纷纷脱离联邦，组成邦联，随后就爆发了美国南北战争。虽然南方政府被打败，美国再一次统一，虽然战事结束，但是南方势力还没有灭绝，林肯也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，不杀林肯是誓不罢休啊。1865年4月14号晚上，林肯和夫人去剧院看戏时，就在戏剧进入高潮的时候，一个人溜进了林肯的包房，对着林肯的后脑勺来了一枪，并且迅速地跳到楼下大喊：“这就是暴君的下场！”现场一片混乱，杀手在混乱之中离开了。到26号被警察击毙，这个杀手是剧院的演员，叫做约翰·威尔克斯布斯，他是南方邦联的忠实追随者，他没有加入到南方军队，而是以演员的身份为掩护，打听情报。而南北战争的失利让他极为不满，在南方向北方投降没2天后，布斯知道林肯要来自己所在的剧院看戏，于是就制定了一个简单的刺杀计划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太多的巧合让他的刺杀计划变得异常的轻松。林肯所在的包厢的门在几天前坏掉了，而且没有人报告。本来门口是应该有经常把守的，值班的警察因为不喜欢听戏剧就离开了，这就给了布斯可乘之机。遇刺不久之后，林肯就去世了，联邦政府马上开始了调查，他们怀疑是南方邦联搞的事情，但是最后的结果表示是布斯的个人行为。在1926年，林肯的儿子罗伯特·林肯去世之前，把林肯曾经的私人文件全部烧掉了。他说里边有内阁成员叛国罪的证据，其他人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如果是真的，那他为什么不公开呢？林肯被杀的真相今天依然未被揭开。坏掉的门锁，把守的警察。第二位，美斯宗约翰·肯尼迪。如果说林肯被刺真的就是布斯的个人行为，他只是运气比较好的话，肯尼迪的遇刺就是一场精心安排的大阴谋。肯尼迪在任期间发生了不少事情，比如中情局大声密谋的猪湾事件和次年的古巴导弹危机。在他和苏穗宗赫鲁晓夫达成共识后，古巴导弹危机才算解除。他的死则是成为了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儿。1963年，坐总统专机去到达拉斯市，准备去那里拉选票。达拉斯是他继任路上十分重要的一票，达拉斯的市民们也想看看这位总统到底是何方神圣。在路的两边站满了人。11月22号正午时分，肯尼迪乘坐敞篷车和车队在达拉斯最繁华的地区行驶。为了展现民众与和总统的亲密关系，车队以5到20公里每小时行驶。本来这些都是不允许的，肯尼迪确实是粗心大意，不光允许周围开窗户，自己还坐在敞篷车里。德州还有不少反对肯尼迪的人在的。在中午12点30分左右，一声枪响，肯尼迪头部中弹，倒在妻子的怀里。现场也因为枪声变得慌乱，肯尼迪被送往医院。当天下午，美国政府宣布了肯尼迪的死讯。刺杀肯尼迪的枪手叫做奥斯瓦尔德，海军陆战队的退役军人。在接受审讯时，他一口咬定是自己干的，是因为自己对肯尼迪政策的不满。而现场调查则表明，存在3个枪手从3个不同的位置开枪。而在2天后，警方在押解奥斯瓦尔德的时候，在人群中突然出现一个人，给了他肚子来了一枪，奥斯瓦尔德当场去世。在临死前说，他只是一个替罪羊而已。这件事再一次震惊了美国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把杀害总统的凶手干掉了，这肯定是有阴谋的。干掉奥斯瓦尔德的凶手叫做卢比，是一个酒馆老板。
在审讯他的时候，他一直在和警察打太极，就是不说，警察也不能把他怎么样。而在几年之后，卢比在监狱中竟然死了。据调查，是因为有人在他食物中下了毒。那总统被杀，肯定要找总统死后获得最大利益的人。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林登·贝恩斯·约翰逊，美国法律规定，总统意外身亡，副总统随即登基。约翰逊在上位之后，也按照规定成立了调查组，调查了肯尼迪遇刺事件，事后写了份报告，而这份报告也被视作机密文件封存，要等几十年之后才能解封。1976年成立的白宫刺杀研究委员会得出一致结论，奥斯瓦尔德是个人行为。在肯尼迪遇刺案发生的3年内，有18名重要的证人相继死亡。到1993年，115名和案件相关人员因为各种原因死亡，有自杀，有谋杀，又给这件事情蒙上了阴谋论的阴影。因为无论怎么看，接受总统工作的约翰逊就是幕后黑手，这做的很多措施都与肯尼迪背道而驰，不免让人怀疑。第3位，美裔宗罗纳德·威尔逊·里根。如果说前2位被刺杀是有政治阴谋的话，里根总统的这次遇刺就纯属是倒霉了，倒霉到一个疯子闲得蛋疼来刺杀总统来了。里根总统长得还是十分帅的，在参军之前拍摄了差不多50部电影，在1980年竞选总统成功，成为美国的第40任总统。在次年的3月30号，里根在哥伦比亚特区的酒店和工会代表吃饭并发表讲话，而凶手在酒店门外已经等候多时，那次也是里根给机会了。本来总统专车应该距离门口很近的，结果因为人多，就往外多移了几米。就是这多的几米给了凶手机会，就在里根出门之后还在打招呼的时候，凶手在2秒内连开6枪，就被保安人员制服了。里根总统中弹，被安保人员推进车里，送到医院治疗。凶手前面的5枪打中了安保人员，第6枪打到了汽车的装甲上，反弹打中了里根，距离里根的心脏不到3公分。里根总统差点就成了第5个被暗杀身亡的美国总统。凶手的名字叫做约翰·辛克利。警察起先怀疑他是被雇佣的杀手、亡命之徒，后来他们发现这小伙就是有毛病。他极度喜欢朱迪·福斯特和他出演的出租车司机，多次求爱不成，就想效仿电影中刺杀总统的桥段，引起女神的注意。他的家庭也十分的有钱，他的父亲给他找了全美最豪华的辩护团队。经过这些人的唇枪舌剑，把约翰的罪名全部归罪于精神病，说他刺杀总统的时候呢是犯病了，他被当庭释放。就在走出法庭时，他被几个白大褂抓了起来。既然是精神病，那就要去精神病院疗养的。在被折磨了40年后，在今年的9月28号被释放了。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